这是一个雄卑雌尊的世界，一个强大的雌性拥有多个雄性伴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雄性天生精神力狂暴，需要雌性的安抚才能活下去。在这个世界里，雌性就是雄性的神，雌性的精神力安抚是雄性兽化最好的情了。而我，一个996猝死的社畜，竟然穿越成以虐待4位婚妻者为乐的帝国二公主身上，而原主已经被绿茶男害死了。哼，蠢货，终于死了。没了你，公主之位和那4个极品雄性就都是大公主的了。不是，这狗干哪儿来了？我在公司加班猝死了，我穿越了。不可能，这剧毒连 S 级雄性都扛不住，他怎么……等等，我中的1000万彩票呢？我还没花呢。检测到宿主对花钱欲望强烈，神豪系统紧急绑定，今手任务发布，4位婚妻老公之一消费100万金币即可获得10倍返利，并修复身体，提升1%的精神力。任务失败，抹杀。4位婚妻老公，姐妹你也吃太好了吧！哇，全都是绝色美男。没想到我一个996的社畜穿越过来，居然还能过上左拥右抱的日子。检测到原主虐待4位婚妻者，克扣资源补给，用于追求渣男玄墨，目前已被玄墨毒杀。这酒是你给我喝的，是吧？殿下，您醒了。您刚才突然晕倒，吓死我了。在我面前，奥斯卡也得欠你一个小金人。我这人有密集恐惧症，看不了心眼子多。公主竟然打我！公主殿下不好了，锦绣将军在前线遭遇空袭，重伤垂危，我们的军需物资全被您扣下送给玄墨大人了，前线快撑不住了。殿下，这不能怪我，是您说锦绣将军总惹您生气，要把他的东西都给我，您还说他就算死在外面也跟您没关系。我男人在前线为国捐躯，你吃软饭的也配在这里说风凉话？软饭男？听着，从今天起，本公主的雄性，本公主护着，我的钱只会花在我的雄性身上。魂穿帝国二公主还绑定了神豪系统，终于不用担心钱不够花了。检测到宿主最近购买生命圣泉赠予玄墨，宿主目前资产为5金币。什么？我刚穿越就从公主变穷光蛋了。殿下，您是在担心锦绣将军吗？要不我把您送我的生命圣泉给你，拿去治疗锦绣将军吧。行啊，小绿茶。可是殿下，那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你舍得把它要回去吗？这种绿茶演技骗得过原主，可骗不过我这个996社畜。哼，拿来吧你，少跟我玩欲擒故纵这套。哼，还好抢回来了，不然精修可就凉了，我的10倍反气也没了。您呢？您记着，您是为了清修那个粗鄙的雄性，来从我这里抢东西。吵死了！殿下，您忘了吗？您说过您最讨厌他那身蛮力，看到他就会脏了您的眼睛。他是我名正言顺的婚妻者，是帝国的将星，而你玄墨又算什么东西？不过是我一时糊涂豢养的玩物罢了。玄墨，记住了，
从今往后，想从我这儿薅羊毛，门儿都没有。兰叔，你竟敢如此对我！你等着吧，我一定要让你和那个该死的锦绣都不得好死！将军，都怪公主殿下，她宁愿把圣权送给那个男宠，也不愿救你。别说了，在他心里，我们不过是玩物。尤其像我这样身材强壮、深色皮肤的雄性，没有雌性会喜欢我的。锦绣，你可一定要撑住，我的10倍反力可全靠你了。像我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他呢？原主，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啊！谁说的？二公主，你要做什么？他来做什么？又想出了什么新的方式来羞辱我了吗？哇，这腹肌，这人鱼线，黑皮体育生，原主，你这过的都是什么好日子？上一世我身边可都是些油腻男。这不是公主殿下送给玄墨的生命圣权吗？您居然拿来救了将军！为了救我，他不是最讨厌我这种健壮的雄性吗？锦绣将军，俗话说得好，以前是以前，现在是变态啊！呸，是现在。看在我这么有诚意的份上，之前的事一笔勾销，好不好？殿下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在对我笑，他以前只会对我冷嘲热讽。这么温柔的二公主，我是在做梦吗？事情就是这样，他不仅没死，还从我这里抢走了生命圣权，治好了锦绣。哦，看来我那位 F 级的妹妹藏着小秘密。大殿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她似乎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现在改变太迟了。白虎星野命莽夫，精神力本就不稳定，这狂乱之尘已经在星野的食物里了。我明白了，星野的精神力会瞬间暴走。到时候他就是虐待将军的 F 级废物，我要让他万众瞩目下被剥夺一切。锦绣的危机暂时解除了，但原主留下的烂摊子实在太大，他们对我的不信任根深蒂固，不是一瓶药就能解决的。而且系统这个消费任务也得尽快完成。殿下，出事了！星野精神力暴走了。刚刚接到皇家骑士团的紧急通讯，星野的精神力暴走了，已经出现了部分兽化特征，现在无人能近身。还真是怕啥来啥，996社畜都能摸鱼呢。常规治疗没用 ，S 级暴走需 S 级雌性安抚，而您只是 F 级，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群星拍卖会，我曾在一份军方绝密情报上看到过，群星拍卖会的压轴拍品是一支名为灵魂镇定剂的传说级药剂，据说它的效果堪比 S 级的雌性全力安抚，是唯一可能将星野从完全狂化边缘拉回来的希望。紧急任务，消费1000万金币，奖励10倍返利，加 S 级安抚术体验卡。只有 S 级雌性才有资格做王位，我做定了，我们现在就去买下灵魂镇定剂。神豪系统出动。殿下真的变了，我能相信他吗？殿下，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且灵魂镇定剂那种级别的宝物，绝不可能出现在这里。我知道，我只是来想办法筹集资金。系统只给了我返利功能，启动资金只有5金币，想拍下几千万的药剂，就得先从这5块钱开始。真是5块钱难倒英雄汉。看看吧，刚从黑森林运来的风狼金核，只有5个金币一颗。就要这个了。风狼金核，这是最低级的附魔材料，连新兵都不会买，他买这个做什么？检测大色者被婚契者精修，消费5金币成功，10倍返利，50金币已到账。成功了，第1桶金到手。拿着，送你的。殿下，都什么时候了？不要再玩弄我了！星野的命就在旦夕之间，而您却用一枚价值5金币的垃圾来消遣我。您治好我的伤，难道就是为了让我看清我在您心中到底有多廉价吗？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具体什么情况还得看情况。问题的关键是找到关键的问题，明白了吗，金修？不愧是我，老板这套话术也太好用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请你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星野，相信我，我会给星野买到灵魂镇定剂的。消费48金币成功，返利480金币；消费450金币成功，返利4500金币；消费4000金币成功，返利4万金币。这就是当金主妈妈的感觉吗？太爽了！他到底在干什么？星野危在旦夕，他却在这里买这些东西。他送我这些，难道这是为了安抚我，把我当成不懂事的孩子一样，用一些小恩小惠来收买？大殿下，二殿下好像买上瘾了。不过殿下，他好像越买越贵了。这你就不懂了，他这是彻底放弃星野，破罐子破摔。我还以为他能有什么本事呢，原来就这点家当，真是穷酸。兰说，你的另外2位婚契者看到你这样会怎么想呢？殿下说的是，等星野彻底狂化，那4个极品雄性就全都是殿下您的了。一个 F 级的废物也配跟我争？真是可笑，这就是我们帝国的2公主殿下，大难临头还在玩这种收买人心的幼稚把戏。他根本没把星野的命放在心上。看来，解除婚契的提案不能再等了。哇，真是大手笔啊！这么高的价格。殿下到底在干什么？星野危在旦夕，他怎么还能如此淡定？殿下，他居然还有心情来参加拍卖会。我听说星野将军意识已经完全崩溃，就要永远失去理智了。真是冷血无情。看来传闻不假，他根本不在乎那些婚契者的死活。殿下，灵魂镇定剂马上就要拍卖了，您不要再把金币花在那些不重要的垃圾上了。相信我，我马上就能买到灵魂镇定剂了。我一个996的社畜会计，还能算不明白区区1000万的账？灵魂镇定剂起拍价500万，以防万一，必须凑够1000万。最后一笔。接下来这件拍品，这条月光项链，能帮助佩戴者凝神静气，平复心绪，起拍价30万金币。32万。38万。
VIP 7号出价38万，38万一次，38万2次，38万3次成交。恭喜作者消费38万金币成功，10倍返利，380万金币已到账。恭喜 VIP 7号贵宾。够了！二殿下，你到底想干什么？星野还在等死，你却在这里。你说的为星野买下灵魂镇定剂，难道就是一句谎言吗？你治好我的伤，送我这些东西，是不是觉得只要给我一点甜头，我就会像以前一样对你摇尾乞怜，任你玩弄？我承认，在前线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你变了，但现在看来，一切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你根本从来没有在乎过我们的死活。下面将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也是最万众期待的压轴拍品——灵魂镇定剂。这件传说中的灵魂镇定剂，据说能瞬间平复 S 级以下任何兽人的精神暴动，起拍价500万金币。是我错了，我不敢对二公主抱有任何幻想。她已经把金币都花在了那堆东西上，不可能有多余的金币拍下灵魂镇定剂了。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亏我还高估了他，特地让人把灵魂镇定剂换成了更高浓度的狂乱之尘。现在看来根本没必要，这个草包居然在最后关头选择了一条破项链。看来我们是白担心一场。传令下去，让我们的人准备好，随便叫个价，把那瓶毒药拿下就行。这样愚蠢的雌性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501万。501万一次，501万2次，501万3次，1000万，1000万，他怎么会？什么？他哪来的这么多钱？1000万！哇，这么多钱啊！是啊，一掷千金呐！是，难道我们错怪他了？拿着去救星野。姐这个人100斤体重，99斤反骨，别人觉得我不行，我越要行给他们看。花这么多金币去救一个狂化的雄性，真是愚蠢。天哪，我听到了什么？二公主殿下竟然愿意花1000万给自己的婚妻。我活了这么多年，从未见过有任何一位雌主愿意为一名雄性做到这种地步。1000万金币，那足以买下一座城池了。是啊，二公主殿下，她真的是一位绝世好雌主。如果我的雌主能有她一半，不1/10好，我愿意为她去死。这就是雌尊世界当霸道总裁的感觉吗？我喜欢。消费1000万金币成功，10倍返利，1亿金币已到账。恭喜作者获得任务奖励 S 级精神安抚术体验卡10分钟。S 级精神力体验卡10分钟。二公主怎么会有这么多金币？一定是她。是啊，一定是二皇父。二皇父在世时最疼爱殿下，他一定是在暗中为殿下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我当众质疑二公主，可她还是为星野拍下了药剂，甚至还记得为我买下那条项链。我真是个无可救药的混蛋。殿下，我对不起，我应该相信你。道歉就不必了，比起这个，我更需要你100%的信任。金兄，你能做到吗？曾经那个冷血、恶毒的公主和眼前这个冷静、强大的殿下，真的是同一个人吗？我金兄在此起誓，从今往后，我的忠诚，我的一切都只属于您一人。哦耶！攻略成功，狼宝宝1名。接下来要去救我的大猫猫，带我去见大猫。白虎将军。是，殿下。1000万，他到底从哪里弄来的1000万金币？殿下息怒，属下也查不出来。他的资金来源就像凭空出现的一样。一定是那个偏心的二皇父。凭什么我拼尽全力才得到母后的认可，而他兰叔就因为是二皇父的女儿，一个只会撒娇的 F 级废物，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我梦寐以求的一切？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有钱又怎么样？
他买回去的不过是一瓶能让星野狂暴死得更快的剧毒罢了。传我的命令，立刻联系帝国各大媒体，让他们马上赶去皇家骑士团的演武场集合，再以我的名义邀请母后和所有在帝都的重臣贵族。还有女王陛下吗？我要让母后眼睁睁看着我那愚蠢的妹妹是如何亲手把自己的婚妻者推入深渊，观看她一个 F 级废物是如何在万众瞩目之下失去继承权，失去一切。我要她当着全帝国的面身败名裂。我们现在就在皇家骑士团演武场，我们将共同见证决定帝国未来的一刻。二公主兰淑殿下能否用她天价拍下的灵魂镇定剂，成功安抚濒临狂化的星野将军呢？我看悬，二公主之前对她的4个婚妻者那么残忍，我不信她这么好仙。不管怎么样，二公主花了1000万金币来救白虎将军，我觉得她是真心悔过了。有几个雌性能做到二公主这样？母后，希望二妹这次不要再让我们失望了。不对劲，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兰陵这个丫头还叫了媒体，排场搞得很大，这是生怕我死得不够轰动啊！打开笼子，殿下不可再靠近了，将军他现在已经接近彻底兽化。兰叔，你疯了吗？殿下，请三思啊！你不是说会信我吗？打开。对，就是这样，撕碎它。殿下！不就是只大点的猫咪吗？我上班摸鱼可没少刷公千万的快印，驯兽这块啊，我行家啊，我就知道你不会伤害我。星野将军居然控制住兽性了，这是什么感觉？为什么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了？这个雌性的气息会这么香？我可是 S 级雄性，二公主可是我最严格的恶毒公主，还是个 F 级雌性，我怎么会？星野将军居然也会撒娇？哼，就算快狂化了，雄性的本能还是这么下贱，闻到雌性的味道就走不动道了。二公主当真跟以前不一样了，她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安抚将军，难道她浪你回头了？大猫猫真可爱。哎呀，星爷，好了，不要再蹭了。怎么回事？完全狂化的雄性是不可能对低级雌性产生反应的。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星爷，别怕，我来救你了。终于录到大猫猫啦！猫猫，你要乖乖的。蠢货，终于还是喝下去了。好戏现在才真正开始。不好，是狂乱之臣，这根本不是灵魂镇定剂啊！母后，你看到了吗？他根本不是想救星野，他是要杀了他。他用毒药害了自己的婚妻者。兰叔，你身为帝国二公主，竟对你的婚妻对象白虎将军下此毒手。今天丑闻，二公主殿下竟当众毒杀婚妻者，对帝国的雄将失了雄心，帝国要亡啊！这样残忍恶毒的雌性根本就不配做帝国的继承人。就是。兰叔，你还有什么话好说？你身为 F 级雌性，不仅无法安抚婚妻者，还对他下此毒手。真的是你把灵魂镇定剂给调包了吗？在拍卖会，不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吗？放出假消息的人就是你吧？为了让我落入你的圈套，不惜让星野狂化。姐姐，你这剧本有点老套啊！下毒、陷害、逼宫3件套，有没有点新意？妹妹在说什么？我可是 S 级雌性，是唯一有能力治疗星野的人。放弃继承权和所有婚妻者，让我来安抚星野，或许还有的救。在我面前演，你算哪盘小青菜？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我的婚妻者，这就想让我崩溃？不好意思，姐是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后面的账慢慢跟你算。现在我的婚妻者，我自己救。星野已经彻底狂化了，只有 S 级的精神安抚术才能救他。妹妹，你已经阻止不了星野了。没有我的 S 级精神力，星野必死无疑。除了我，
谁都不许接近星野。真以为我没办法了吗？姐还有一张 S 级体验卡没用呢。系统，使用 S 级精神安抚术体验卡。我说过我会救你的。我说过我会救你的。我的好姐姐，这就是你说的 S 级精神力吗？各位不要被他骗了，他不过是 F 级，怎么可能治愈星野战神？肯定是使用某种禁术压制星野战神的生化。是什么禁术？那可是会污染雄性精神海的邪恶力量。二公主太自私了，现在的星野将军就是一个随时会再次爆发的怪物。禁术，那可是帝国明令禁止的邪术。二公主太自私了，为了出风头，竟把整个帝都的安危置于不顾。怎么办？为了帝国的安危，我恳请您立刻下令将星野将军收押于最深处的黑曜石地牢。本公主的人，本公主说了算，没有人可以从我手里抢走她。禁卫军，给我拿下兰叔和星野！哼，谁敢动殿下，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关键时候还挺可靠的嘛，小狼狗男友力满满。够了，此事需进一步观察，在结论出来之前，任何人不得在意。待星野战神回宫疗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外出。是，母后。我的好妹妹，游戏还没有结束。这么好看的雄性，原主是怎么舍得虐待的？真是暴殄天物。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这小猫咪还挺有脾气，不过这样驯服起来才越有意思嘛。星野战神，这就是你对待救命恩人的态度？大猫猫真可爱！哎呀，星野好了，不要再舔了。我怎么会对这个雌性做出那种事？那绝对不是我！谁让你救他？我宁可彻底受化，也不需要你这个恶毒的雌性假好心。随你。他竟然没耍什么把戏，就这样走了。可恶，精神还不稳定，又控制不住受化了吗？好香的味道在外面。就是这个味道。好软的棉花糖啊！它的味道怎么这么香？好香甜！不行不行，我可是 S 级雄性，怎么会对一个 F 级雌性有这样的感觉？一定是我鼻子出问题了。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倒是很诚实嘛。隐藏任务触发，驯服傲娇的白虎，让星野从内心深处接纳并认可您的雌主身份。任务奖励10倍返还任务期间为星野消耗的所有资源，并额外奖励全科工业设计图册。大猫猫，你跑不掉了。要快速完成驯服任务，就得知己知彼。系统，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您需要什么？商城里有没有能听懂兽语的道具？兽语翻译器可翻译雄性兽化形态下的兽语，售价1万金币，是否购买？好饿，头有点晕。这个雌性的味道好香，香甜。系统，请帮我兑换烤肉，扣除5万金币。烤肉味道太棒了，它好懂我。吃完后，我觉得能1打3。不愧系统出品，这还不轻松拿捏？吃的真痛快，就是这毛有些乱了，
要是能输一下就好了。购买冰晶睡毛书，花费10万金币。好舒服，继续，继续。威风凛凛的白虎战神居然也会撒娇啊，还挺可爱的。不要停，继续。我的声音，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这猫猫真傲娇。好喜欢那个雌性的味道啊！想让它继续梳毛，不可能，我怎么能怀恋一个恶毒雌性的味道？你。小样还不了解你，拿捏。我是怕你冷，才不是。殿下，议会送来的信函。星野看殿下的眼神，似乎没那么抗拒了。二殿下近期于公开场合展现出异常精神力波动及来源不明之巨额资金，已引起贵族阶层广泛忧虑。为解重祸，特邀殿下3日后出席由会议主持的听政茶会。殿下，这是陷阱！澜苍狡猾多端，肯定想给您下套。你不许去，那只狐狸很危险。区区一只狐狸罢了，你们2个还担心护不住我？属下誓死效忠殿下。你别指望我会救你。要是死狐狸伤害了你，我一定会咬死那只死狐狸帮你报仇。此主，二殿下，大殿下和诸位已等候多时。哟，二殿下一个 F 级，竟能让金修团长和星野战神这2位 S 级雄性如此服服帖帖，真是叫我们大开眼界呢。看来殿下御夫颇有心得啊。心得谈不上，只不过舍得罢了。金修，你这把佩剑太旧了，配不上你的身份。接通天宫阁。我是兰叔，天宫阁的镇阁之宝碎星1000万是吧？现在就给我送到。抱歉，本店不提供临时购买服务，如需碎星，请提前3个月预约排队。哎呀，二殿下，不懂就别装懂嘛！谁不知道天宫阁是全帝国最高傲的匠人组织，向来都是预约制的。妹妹，买完灵魂镇定剂你也没剩多少钱了吧？不过买碎星的话，姐姐可以借你啊，2000万。殿下，这不是钱的问题，是规矩。3000万。要不您报个位置，本阁可以破例派人前来接见。4000万，3分钟内送到这里，我再追加1000万，凑个整5000万。你疯了吗？天宫阁派人来接洽，已是顶级待遇了。你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为所欲为？尊贵的客人，请您立刻报出您的位置。啊，对了，这是哪来着？兰苑。收到，传送阵已校准，尊贵的客人请稍后。尊敬的殿下，碎星在此，这是您的付款码。这个你先凑合着用，等回头天宫阁出更好的，本店再给你换更好的。没有什么是钱不能解决的，如果有就克2倍。姐姐，你说对不？凭什么？凭什么这个贱人这么有钱？该死的，这些钱应该都是我的。此主他不仅用生命圣泉救了我，还给我的军团补给，现在又花了整整5000万，只为了给我换一把佩剑。这个你先凑合着用，等回头天宫阁出更好的，本店再给你换。本公主的精修值得最好的。该死的雌性，我的呢？精修那条笨狼都有，我为什么没有？哼，本战神见多识广，什么神兵利器没见过？才不像金修那只没见过世面的野狼，一把破剑就把他收买了。哎呀，星爷，你这套帝国特供的能源铠甲居然都脱丝了。摩迪大师，摩迪大师，还请您用这块天外陨石为我的婚契者重铸铠甲，手工费另算1000万。天外陨铁，二殿下，您确定要把这么大一块全部用来打造一副铠甲？当然，过去是本店错了，自己的婚契者当然要好好疼爱。对啊，这真的是天外陨铁。听说任何铠甲只要能融入指甲盖那么大一点，防御力就能提升1个档次。二殿下用这么完整的一整块，那打造出来的铠甲岂不是刀枪不入？哎呀，
为了我家熊夫的安全，这些都是洒水啦，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天外云铁，他是什么时候为我准备的？他……我说过我会救你。隐藏任务，幸福号召的白虎已完成，奖励10倍返现，10亿金币，额外奖励天外云铁乘10。诸位经常吐槽我苛待婚契者，想必你们早就给他们换上更好的装备了吧？该死，他怎么会有天外云铁？这东西连母皇都只有大拇指那么一块，一定是二皇父当年从我父亲的遗物里夺走的。二公主殿下对自己的婚契者也太好了，多学学二公主。有意思。二殿下，这是用金钱釜底抽薪，直接从内部分化瓦解兰陵的阵营。这还是原来那个只会无理取闹的蠢货吗？不能再让他得意下去了。妹妹真是好口才好手段，可惜再精彩的表演也无法掩盖一个核心事实，那就是在演武场上，你一个 F 级精神力的雌性是不可能安抚好星野将军的。可当时确实是二殿下治愈的星野战神的呀。是，看样子星野战神也恢复了。大殿下是什么意思？把人给我带上来。我曾是二亲王实验室的仆役，亲眼见过二亲王当年痴迷于制造一种能瞬间模拟高级精神力的魔能核心，但被那种核心安抚的雄性，精神世海会被核心内狂暴的能量彻底侵蚀，随时可能再次狂化，且威力100倍，再无任何拯救机会。大家都听到了吗？竟使用他父亲遗留下来的邪术，将帝国的星野战神变成一个随时可能毁灭帝都的怪物。为了帝都的安全，我提议现在就让医师公会对星野战神深度精神探查，以确认他体内是否残留着魔能核心的毁灭能量，也好及时隔离治疗。姐姐，既然你这么笃定，那敢不敢跟我赌一局大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赌？要是以你的拖延，让帝国损失一名 S 级战神，你承担得起后果吗？没错，大殿下说的对，二殿下别再胡搅蛮缠，拖延时间。我觉得应该禀告女王，严惩二殿下。姐姐，你废话真多，我就问你赌还是不赌？你敢用皇女的继承权为赌注吗？他一个 F 级废物，绝对是在硬撑。现在他表现得越镇定，就越说明他在虚张声势，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本殿就跟你赌，我们就以皇女的继承权为赌注，谁输了，谁就永远放弃继承权，并且当众向母后请罪。姐姐，你可别后悔。后悔？就请议会长和在场的各位为我们做个见证。两位殿下心意已决，我自当遵从。赌局成立。医师公会的人在哪里？等等，这么简单的事情还用不着医师公会的人来检查。妹妹，你就别捣乱了，这里浪费1分钟，星野战士就多1分危险。姐姐，我说过你智商不行，就别老说话了。你说你是我父亲实验室的仆役？当然，我是实验室建立时就在的老人。很好。既然你是我父亲身边的老人，想必一定知道我父亲对什么东西过敏吧？怎么，作为我父亲身边的老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还是说，我这位好姐姐找你来当证人的时候，忘了把这个细节告诉你？对啊，天哪，离谱！你父亲对什么东西过敏，和星野将军体内是否残留禁术有关系吗？兰叔，你不要转移话题。唉，我说过你智商不行，让你别说话，你怎么就是不听呢？金修，替本公主给姐姐上一课。此人入职记录：帝国历735年3月5日；离职记录：帝国历735年3月8日。离职原因：盗窃。你在二公主父亲的实验室只待了3天，那个时候研究还没开始，你是怎么看到的？这个仆人在说谎话，陷害二公主。看来这件事有隐情啊！是大殿下，是大殿下逼我这么说的，是他。
这个人不能留了，必须杀了他。姐姐，别忘了我们的赌注，你出局了。我这位词主似乎越来越有意思了。长，关于他的一切我都要知道。废物！废物！我让你去下毒，你怎么就没毒死兰叔那个小贱人？小贱人！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为今天的羞辱付出代价。废物！当年明明我父亲才是大亲王，为帝国呕心沥血，最后母皇却把正夫之位给了二皇父那个病秧子，想让我放弃继承权，做梦！我记得二亲王当年还有一处秘密实验室，就在敖渊驻防的北海深海舰队基地附近，对吗？做好这件事，你就是本殿下的弑父。精神力攻击，全员收缩阵型，冲出去，快速回营！元帅，不好了！刚才在护照外直岗的战士们，他们有生还的趋势。母皇，敖渊元帅危在旦夕，帝国不能再失去一位 S 级雄性了。作为 S 级雌性，我请求立即携带月光石前往北海支援。紧急任务：北海支援已触发，请宿主解除魂器者敖渊以及舰队的受化危机。任务奖励10倍返利金币 ，SSS 级精神力碎片乘2，任务失败抹杀。等等 ，SSS 级精神力碎片。这是什么 ？SSS 级精神力是本世界的终极力量，集齐10块 SSS 级精神力碎片，即可合成完整的 SSS 级精神力。SSS 级精神力，说到底，这个世界就是精神力等级决定一切。F 级永远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 SSS 级精神力是通往王座的唯一通道。不好意思，兰陵，这个女王我当定了。北海支援吗？没关系，我会出手。母皇，敖渊是我的混气者，应当由我前去支援。母皇，敖渊是我的混气者，应当由我前去支援。军事救援可不是儿戏，你一个 F 级雌性，别去前线添乱。母皇，我以个人名义捐赠2000万金币的月光石及补给物资。疯了吧？那么多！你竟然花2000万金币救了二皇后的雄性！2000万！上次传二公主给星野战神猛砸钱的事是真的。花这么多钱，二公主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二公主吗？这丫头好像换了个人。雌性的 S 级精神力固然宝贵，但帝国更需要的是守护子民的决心。兰叔，
既然敖渊是你的婚契者，那这份责任就由你来承担。我允许你即刻出发，前往北海。元帅，您的精神力极度不稳，不能再强行输出精神力了。殿下，军队已经准备好了飞行器和所有库存的月光石，我们随时可以进行救援。锦绣，你的部署没有问题，但我们这次面对的可能不是常规的敌人。一整个编队瞬间失联，你当这是百慕大三角怪谈吗？事出反常必有妖。敖渊的精神力等级是 S， 他率领的人鱼卫队更是以精神力强韧著称，能让这样一支舰队瞬间失联，甚至无法发出求救信号，说明攻击他们的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大范围、高强度的精神污染。我们这些月光石够吗？常规月光石净化就像用一杯水去泼一片火海，杯水车薪。那怎么办？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大范围的人工降雨。人工降雨？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不知道，不过我信任现在的殿下。以前我只是想守护身为二公主的她，但现在我好像更想追随身为兰叔的她。系统打开全科设计图册，兑换指令确认，金币已扣除。这下算是把我射出 DNA 给激活了，不就是带项目吗？手拿把掐。从现在开始，一，以我名义，不惜一切代价清空市场上所有高纯度银月矿石，价格随便他们开。第二，包下炼金术师工会所有高级工坊，告诉他们损耗算我的。第三，用3倍酬劳征召帝都所有登记在册的符文大师，不来的按叛国罪论处。3个时辰，这是 deadline。我要这个法阵出现在我的飞行器上，钱不够就从我这里拿，人手不够就让星野去请，办得到吗？是，殿下，保证完成任务。殿下，二公主正在全城扫货，疯狂收购银月矿石和各种炼金材料，金币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蠢货，这是知道自己要去送死，开始破罐子破摔了。二皇父给他留再多的遗产又有什么用？传令下去，让我们的人也去抬价，帮他花得再快一点。我倒要看看一个穷光蛋到时候拿什么跟我斗。元帅，你放弃我们吧！再这样下去，你会受化而死的。把他放到阵野，还能再坚持半个时辰，在我彻底受化之前杀了我，这是命令！不行，元帅，那个雌性巴不得我早点死也好，死在这里也算为帝国尽忠了。完了，这种规模的精神污染，除非有月华汇聚法阵才能净化，但那需要天文数字的金币和无数珍稀材料。我在想什么？帝国怎么可能为一个雄性军团花这么多钱？勇士们，帝国没有放弃你们，请保持最后一丝理智，和兽化对抗到底。他怎么会来？女王怎么会允许雌性来这么危险的地方？月华汇聚。是二公主，居然是她来救我们！这是月华汇聚法阵，天哪，这得花多少金币呀！
二公主殿下一定是来救敖渊元帅的。二公主竟然为了元帅花了这么多金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珍惜自己雄性的雌主。谁在说二公主不好？我第一个不服！以荣耀起誓，誓死守护二公主。恭喜作者完成北海之焰任务，奖励返利金币2亿 SSS 级精神力碎片，乘2已发放。这就是 SS 级精神力碎片吗？世界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每一个人的情绪波动都清晰可见。金币到账，还有精神力升级，系统在手，金币我有。这波 KPI 超额完成，奖励到手。作者已成功融合 SSS 级精神力碎片，仅允许1分钟内发挥 SSS 级精神力，超时后果自负。真是月华汇聚法阵，据说只有隔壁矮人族才有这套法阵，还得花费数亿金币。他怎么舍得为我花这么多金币？伤得这么重，看来普通的净化能量对他这种 S 级已经效果不大了。好温暖，好强大的精神力。这是你的精神力？你不是只有 F 级吗？怎么可能？为了给你做这次深度理疗，我可是消耗了不少精神力，你千万要给我好好活着。我这笔投资可还没到回本的时候呢。精神力透支了，感觉熬了2天2夜。像你这种下贱坯子，也配直视本宫？他花天文数字的金币打造的月光法阵，又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救我这个雄性？不可能，他一定有别的目的，为了拉拢军心，为了对抗兰陵。对，一定是这样。可他现在和原来那个二公主完全不一样，他居然能做到这种地步。现在的殿下跟以前比起来，真的很不一样。他究竟有何目的，还有待考究。不过，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殿下救下我的军队，这份恩情我不会忘记。这场事故恐怕是人为。啊！这场事故看起来是人为的。我检查攻击波的残留轨迹，所有源头都指向基地附近一处未被记录的深海海沟，那里磁场极其混乱，我携带的探测设备都无法靠近。不行，此情是帝国的根基，无比珍贵，我亲自去探查。我跟你一起去。不行，雌性是帝国的根基，无比珍贵，绝不能以身犯险，这是帝国铁律。元帅大人，深海海沟属于高度精神污染的危险区域，你们3个 S 级雄性一起过去，万一精神力同时受到影响，开始狂化，谁来安抚你们？而我恰好是帝国目前唯一一个能够同时安抚 S 级雄性的雌性。你？虽然公主殿下您刚刚安抚了我的兽化状态，但那是因为有月华汇聚阵法已经净化了绝大部分。二公主殿下，据我所知，您的精神力等级是 F， 同时安抚3位 S 级雄性，恐怕是天方夜谭。殿下他，本战神精神力暴走的时候，就是他安抚的。他的精神力确实很古怪，也很强大，至少比某些只知道嘴上说说的 S 级雌性有用多了。殿下当然是最强的。你们2个什么时候对殿下如此信任？不能是合起伙来骗我吧？你们2个什么时候对殿下如此信任？不能是合起伙来骗我吧？放心吧，敖渊，殿下的实力，我和星爷可都见识过。星爷不会撒谎，可一个 F 级雌性怎么可能安抚 S 级雄性？他的性格和手段都和过去那个刁蛮任性的蠢货判若两人。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好，那二公主殿下就跟我们3人一起吧，跟紧我，别乱跑。他闻起来好香啊，可能是靠得太近了。我可是帝国元帅啊，怎么能被扰乱心神？乖乖，这胸肌手感肯定不错啊！就是温度也太低了，不愧是人鱼，纯天然移动冰柜啊！别乱动，夏天抱着肯定舒服。元帅大人，你心跳为什么这么快？
是战斗前的正常反应。不行了，殿下，危险！侯爷，这个笨蛋真以为自己是铁打的吗？傻瓜！系统使用 SSS 级精神碎片，老娘的人我自己护着。SSS 级精神碎片已激活，有效时间1分钟。这股精神力居然能净化发狂巨兽，这绝对是 S 级以上的精神力。刚才的能量，他又一次保护了我。敖渊，你没事吧？我没事，继续前进。声波源头就在前面。有一说一，这战损人鱼的造型还真有点带感，就是不知道人鱼的腹肌是不是也有8块。该死！该死！我的心跳为什么这么快？冷静，我可是 S 级雄性，帝国元帅。这是一座信号基站，伪装成古代遗迹的样子，鬼鬼祟祟，肯定没好事。走吧，让我去看看是哪个不长眼，敢在我的地盘上搞事情。什么人？玄木，你在这干什么？殿下，我听说这深海中孕育着传说中的海洋之心，想采来献给您，讨您欢心。那可真是辛苦你了。不过我记得海洋之心只生长在阳光最充足的浅海珊瑚丛中，你跑到这不见天日的万米海沟来找，是把它当成蘑菇了吗？增幅器的遥控器，这玩意儿能把精神攻击的威力翻5倍，难怪能让舰队中招。居然是皇姐的宫殿的通行令牌，人证物证俱在，看来这件事必须要一个交代了。听说了吗？二公主献上的月华汇聚法阵图纸可不是一般的阵法，那群炼金大师深入研究后，说能让我们的精神力安抚技术至少领先邻国50年。何止啊！光是量产后的商业价值就足以再装备3个皇家骑士团了。这位二公主深不可测啊！陛下，此物是增幅器遥控器，可让精神污染增加5倍伤害，是造成我部大规模精神污染的元凶。而这枚令牌，则是大公主府邸的专属通行证，人证全墨也已招供，一切的幕后主使正是大公主兰陵殿下。不，这玄木一定是他！那个卑贱的雄性偷了我的令牌，是他背着我做出这一切，想要离间我和妹妹的感情。陛下，大公主作为帝国 S 级雌性，又是皇家法师团的负责人，身份何等尊贵，没必要对一支雄性军团动手。是啊，皇家法师团是帝国雌性军团，而且大公主真想对敖渊军团做什么的话，怎么可能把自己令牌送出去呢？不符合常理啊！肯定是有人陷害大公主，好让皇室陷入纷争，动摇帝国根基。兰陵，你对内城管理出现严重疏忽，造成深海舰队损失惨重，罚你现在解除职务，赔偿深海舰队的所有损失。陛下，大公主让人鱼军团几乎沦陷，仅仅解除职务吗？敖渊，陛下已经让身为 S 级雌性的大公主赔偿所有损失了，你们区一个雄性军团，还想怎么样？就这么算了，雄性的命也是命。殿下，这个判决太轻了。这位大人，您说的对，金钱赔偿确实弥补装备的损失，但一支军队的价值仅仅是装备的价格吗？将士们的忠诚、士气以及他们为帝国死战的决心，这些无价之宝又该如何衡量？因为一个管理疏忽，就让他们险些全军覆没，这笔账又该怎么算？
二小姐居然为我们雄性军团说话，她真的变了。殿下威武，我就知道殿下会护着我们。哼，此信算我没看错人。今天，他们可以为了帝国，在深海抵御精神污染；明天，就能为了帝国，在边境抵挡千军万马。他们的价值不应该被如此轻视。钱，我可以替他们出，但帝国将士的尊严不容践踏。我恳请母后为所有深海舰队将士颁发帝国最高荣誉的守护者勋章，以彰显皇室对忠诚勇士的认可。这真的是那个好吃懒做、嚣张跋扈的二公主吗？去，谁小时候还没个淘气的时候？二公主早就改好了，别老抓着人以前的事儿。这个兰叔怎么还会收买人心？陛下，守护者勋章每一枚都用昂贵的月光秘银打造，且获得者终身享有帝国补贴，为一个雄性军团集体颁发，这对国库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开销，实属不划算。你说这是一笔开销？恕我直言，你用错词了。这明明金钱就能换得军队的绝对忠诚，这帮人连这个都看不懂，到底是怎么坐上内政大臣位置的？这不是开销，这是一笔投资，在帝国军队忠诚度上的长期投资。他向全帝国所有的雄性战士宣告：你们的牺牲，皇室看得见；你们的价值，帝国永不忘。这枚勋章换来的是未来千千万万将士为帝国死战不退的决心。请问各位，这样一支无坚不摧的忠勇之师，难道不值这笔投资吗？说得好，说得太好了！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金币，而是帝国的未来。用荣誉去锻造军队的忠诚，这种远见才是一位真正统治者该有的气魄。我或许真的可以信任他。这就是我的殿下，我的雌主，他会尊重我们雄性，看得到我们的付出。我锦绣这辈子跟定他了。哼，担得起本战神的雌主。好一个投资！你父亲当年也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价值。你不愧是他的女儿。深海舰队守卫海域有功，内阁立刻准备守护者勋章。又是二皇父，凭什么所有好事都是他的？收买人心的小把戏。既然你这么喜欢出风头，那我就给你一个更大的舞台，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怎么收场。母后，之前我和澜沧正处理和石铁矮人的矿石贸易争端，此事关乎帝国最新的武器改造计划，但一直进展不顺。妹妹此次救援行动中展现理财和统筹能力，不如将这个重任交给妹妹处理，想必能给帝国带来惊喜。石铁矮人族这次要求涨价，远超帝国财政承受范围，到时候耽误帝国武器更新换代。兰叔，你可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当然愿意。不过，既然是为帝国分忧，总得有点支持吧？需要什么支持？我要求谈判期间，所有相关部门必须无条件向我放开，包括议会的最高情报权限和国库的紧急调用权。毕竟做生意嘛，本钱得足。好，如你所愿。殿下，奉女王之命，与石铁矮人的贸易谈判将由您全权负责。这是全部的资料。让我看看您要如何处理这个连议会都束手无策的难题。我这位深不可测的雌主。首项任务发布，解决矿石贸易争端。任务完成，将永久开启系统商城权限。就这很难吗？通知他们明天上午来这里谈判。殿下，您甚至还未看过卷宗的细节。石铁矮人出了名的顽固，他们要求的价格比市场价高3倍，这根本……问题不在卷宗里，议会长阁下。看都没看完贸易资料就开始大放厥词，是我想太多了。二公主，这次贸易计划关系帝国军备升级换代，不容有失。如果您没什么想法的话，看下文件第6页，
我们议会的重新报价清单。还在纠结报价？这项目管理是体育老师教的吗？这哪是买石头，这是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想着怎么把利益蛋糕做大，光盯着怎么切自己那一小块，格局呢？997社畜都比你们懂什么叫品牌溢价和供应链共赢。议会长，你们搞错一个问题，不要总想着用政治思维解决纯粹的商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什么思路？他总能提出我意料之外的见解。我的计划，明天你就知道了。你只需确保你那些顽固的矮人朋友们准时到场。我这个人不喜欢等。可恶，话只说一半。什么叫商业问题？他到底有什么底盘？这个雌性让人看不透。算了，我倒要看看你明天能搞出什么花样。我们石铁不足，只认锻造和力量。别跟我们来虚的，最新一批熔火矿石的价格，一个字儿都不能少。议会长，对付铁匠要用铁匠的方式。啊？什么意思？铁匠？使臣阁下，看好了。这是什么？二公主手上居然有这么个好东西！这是什么武器？这种能量转化率……哦，这小玩意儿的能源利用率嘛，大概比你们现在用的制式武器高个200吧。感谢系统出品的全科设计图册，这降维打击的感觉真爽。殿下，这武器你们卖吗？我们愿意出高价。抱歉，使臣阁下，新环系列武器是非卖品，他们只会限量提供给我们帝国最高等级的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他根本不是来谈价格的，而是冲着重新制定规则。原来这才是掌控，真正的掌控。战略合作伙伴，比如稳定的双边关系、贸易互通等等。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当然，我们石铁部族很愿意和贵国结盟，不然熔火矿石那么抢手，每年我国都会给贵国留额度。而且这次为表达诚意，我们愿意在市场价的基础上再降3成，不，4成。我们只求能获得新环系列武器的独家代理权。对于盟友，帝国从不小气。使臣阁下，合作愉快。二殿下放心，我们石铁矮人族也不会亏待盟友。恭喜作者完成任务，系统商城已永久开启，请随时自行兑换。怎么回事？为什么心跳这么快？此主最近为我们做了很多，我觉得我们应有所表示。哼，他做那些不过是一个此主应尽的本分罢了。不过这铠甲防御力确实不错，下次出征我就勉为其难穿上吧。那你现在穿出来干什么？显眼包。星野说的对，现在这点东西不过是他亏欠我们的补偿罢了。精修的忠诚，星野的傲娇，敖渊的嘴硬，我这位此主了不得呀！这才多久就把这几位帝国最顶尖的雄性拿捏得明明。哎呀，议会刚送来一份紧急文件，需要我立刻处理。各位，先失陪了。军里还有夜间巡逻任务，我也得回去了。我得把珍藏多年的狼王獠牙取出来，那才是配得上殿下的礼物。哼，正好回去试试铠甲性能，还是去帮那个雌性把寝宫防卫等级提升一遍，这才叫实际行动。都走了，哼，正好趁他们都不在，我倒要去看看那个雌性在忙什么。我作为第4个婚契者，这位殿下会怎么攻略我呢？我们九尾一族向来只扶持聪明人，希望殿下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两位将军不是军务繁忙吗？怎么有空跑到这里来了？殿下刚休息，你们还是别打扰他了。可恶，该死的狐狸又被他抢先了，就会耍诈。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勇士。元帅阁下，您又是来做什么的呢？视察工作吗？本帅就是汇报军务，当然上次舰队遇袭的军务，你们赶紧让本帅进去。看看这自发的 KPI 内卷，我这还没开始搞 OKR 绩效考核呢，
他们就已从蓝海市场卷到红海市场了。这要是放我上辈子的公司，我得给他们一人发一个最佳奋斗者奖。不好了，二殿下，大殿下带着长老会成员闯进地牢，把玄墨带走了。长老会带走玄墨？他们果然站在兰陵那边啊！原主居然还想着怎么拉拢过来，真是图样图森破。你们想玩是吧？正好，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氪金玩家。兑换蜂鸟追踪器，反弹符。兑换成功。看起来不错，一定要这么干。看来又要搞事。看起来不错，我看要这么干。就在秋烈的兽神祭坛启动4项求神阵，将兰叔和他那4个不知死活的雄性一网打尽。想用阵法困住我？不好意思，在氪金玩家前，一切牛鬼蛇神都是纸老虎。妹妹，该轮到我们为帝国祈福了。一会儿若有不对劲，敖渊澜苍，你们2个负责扰乱东南角的能量流动。精修星野，你们护住我5分钟即可。5分钟，哪怕是50年，我也会护殿下周全。哼，护住5分钟，小看本战神了。扰乱东南角的能量流动，那里是阵法的薄弱点吗？难道有危险？姑且信他一次。他猜到什么了？真不愧是我看中的词主，这下有好戏看了。祭祀开始。兰叔，这次你死定了。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系统附魔阵盘核心篡改器，兑换完毕，装备到手。天下我有，让你们见识下什么叫超能力反杀。动手！是，殿下。我倒是很好奇，1分钟后，殿下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维持阵法，杀了他们！所有人撑住1分钟！别说1分钟，1个时辰都没问题。哼，1分钟，太小看本战神了。阵法篡改1分钟，倒计时启动，59秒，58秒。不可能！你一个 F 级的废物，怎么可能篡改得了上古阵法？没用的挣扎！你真是太天真了！这座4项求神阵乃是先祖所创，你们以为凭这点微末的抵抗就能撼动它吗？倒计时归零。姐姐，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破个阵而已，很难吗？很难的话，那说明只有一个问题，氪的还不够多。你这个 F 级的废物，你怎么可能篡改得了上古阵法？还愣着干什么？重新夺回阵法的控制权啊！
情，大殿下，阵法的核心前线被一股陌生的力量锁死了，我们根本连接不上。阵法易主了，现在居然在保护兰叔他们。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不好，是傀儡秘书，他被操控了。想不到吧，兰叔？以 S 级雄性的心脏为祭品，足以唤醒被封印于此的上古兽化诅咒。我倒要看看你们这次怎么死！你破坏压制兽化诅咒的封印，就不怕诅咒之力扩散出去，造成整个帝国的动乱吗？你就能感动我放了你吗？哼！二公主顽劣，亵渎神明，触动封印，而我兰陵为了帝国安危，含泪将你们就地处决，这剧本多完美啊！糟糕，诅咒之力正在侵蚀我们的精神海。警告，检测到高浓度污染源。阵盘核心篡改器能量不足，修改阵法。警告，警告！系统，快！兑换最高等级的净化道具，不计代价！警告，检测到未知高位污染源，数据分析中，商城进化类道具，暂时无法锁定有效目标，系统正在尝试破解分析。靠，系统居然宕机了！这诅咒到底是什么来头？星野、皓月、蓝苍，你们撑住！动啊！你快给老娘动啊！平时扣钱那么利索，关键时候掉链子。殿下，这点精神力不够，别浪费。没用的殿下，我们还能支撑，快想别的办法。你一个 F 级连普通治愈都做不到，还幻想破除上古诅咒吗？不如姐姐帮帮你。我的好妹妹，这可是能净化一切诅咒的神之泪，可惜只有1瓶哦。现在告诉我，你的选择是什么？是救你那条忠心耿耿的狼群，还是那头桀骜不驯的白虎？是救你那个足智多谋的九尾狐，还是我们高高在上的人鱼元帅？让我看看，在你心里，他们几个到底谁的分量更重一些呢？快选择啊，妹妹！选择了，至少还能护着一个。殿下，别管我，快走！本战神绝不能让一个慈禧死在我的前面。他会救谁？锦绣最忠心，星野刚被彻底收服，敖渊是元帅，战略价值最高，而我在他心中会有位置吗？他一定会救金修或者星野，我到底还在期盼着什么？这就是你的最终底牌吗？用一道选择题来瓦解我们？不然呢？我的好妹妹，快选吧，我可是很期待你的答案。分析完毕，神之类能量价值大约等于8块 SSS 级精神力碎片。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拼了！姐姐，你是不是忘了，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我的人，我当然是全部都要救。殿下，不要！你疯了！你一个 F 级根本承受不住神之类的能量，你会爆体而亡的。你一个 F 级根本承受不住神之类的能量，你会爆体而亡的。系统，什么情况？你不是分析说这玩意儿堪比8块 SSS 级精神力碎片的巨大能量吗？怎么跟要我命一样？宿主，8顿的饭菜1顿吃光，谁都得撑。别啰嗦，
快给我把所有金币都兑换成体质强化！现在，立刻，马上！警告，能量注入过载，宿主身体濒临崩溃。你们4个没有我的允许，不准死！这是什么力量？他居然没死！这股力量，他在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容器，强行转化神之类的能量，再平均分配给我们4个人。他是在用自己的命换我们4个人的命。我到底在怀疑什么？他早就用行动证明了一切，而我还在用过去揣度他。殿下，此主，他就是我们的神明，我愿永远为他献上一切，哪怕付出生命，在所不惜。可恶！你要是死了，我一定亲自手刃了你。还好，你们没事。殿下，殿下，不！皇家卫队听令，将大公主兰陵及所有涉事长老全部收押，封锁一切消息，任何人不得探视，违令者按叛国罪论处。是。你们这些下贱的雄性，别碰我！母后，救我！带走！凭什么母后？我是帝国 S 级雌性啊！不过犯个错，凭什么关押我？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你们4个不准靠近寝宫半步。陛下，为什么？可恶！我连保护好自己的雌主都做不到。别冲动，殿下为了救我们，强行融合神之类，用身体承载巨大能量。现在躯体出现问题，皇室内部应该有办法的。你什么意思？殿下躯体有消散的趋势。金秀，你去哪儿？我太弱了，殿下先交给你们照顾。下次我一定要站在殿下前面。我先去把长老会那群人拿下，敢伤本战神的雌主，我要他们好看。我回趟军部，殿下先交给你照顾。你们都去忙了，我这个婚期者也要努力了。傻孩子，终究还是走上了这条路。我和你父亲为你设下的保护，反而成了你的催命针。可命运的齿轮一旦开始转动，谁也无法让它停下。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哇，感觉身体被一键成装系统从奔腾处理器直接升级到i9顶配版了。这次舍命陪君子的项目总算圆满完成了。大老板亲自床边查岗，这比加班猝死还吓人。他这眼神，是准备夸我超额完成 KPI， 还是要给我派个更要命的新项目？母后，孩子，你感觉怎么样？我很好。就是感觉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因为你真正的力量苏醒了。孩子，我必须告诉你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兰叔，你从来都不是 F 级天赋，而是帝国唯2的 SSS 级。什么？所谓 F 级精神力，是为了保护你。当年你刚刚出生，你的黄金血脉之力就已无法抑制，引发了天地异象。燕城，咱们的女儿继承初代女皇的 SSS 级黄金血脉，那些人绝不会允许帝国出现第2位黄金女王的。我知道，所以在我们为她扫清所有障碍之前，必须让她先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里。你的意思是封印？可那会让她承受巨大的痛苦，甚至会让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变成一个废物。一时委屈换取一生平安，相信我们的女儿即便蒙尘，也终有再放光芒的一天。
为了活下去和将来，我们先为他加上这道最坚固的锁吧。我和你父亲亲手抽离你绝大部分的血脉之力，将其封存在兽神祭坛的雕像之下，只留下最基础的精神力供你成长。只是没想到这次差点害了你。黄金血脉，初代女王，他们又是谁？1000年前，立国的初代女王凭借黄金血脉同化万物的特性，几乎以一人之力镇压当时大陆上所有拥兵自重的旧贵族、古老宗门。总之，他将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大统一，建立如今的帝国。我去，我老祖宗这么强的吗？那我是不是也能？但这也让他成为所有旧势力的眼中钉。那些被他打压的抬不起头的残余势力，在暗中结成同盟，不断挑起战乱，暗中研究针对帝国皇族血脉传承的阴谋方案。啊，这么狗的吗？打不过居然就对人家生育率下手！等初代女王发现雌性出生远低于雄性，大量雄性因血脉能量失衡产生异化，为时已晚。初代女王气急，一人镇压清算了所有主谋家族势力后，又主持提高雌性出生率的研究，最后发现只有她的黄金血脉能缓解。初代女王自我封印，让人提炼出她的血脉之力，才让帝国延续至今。孩子，你要记住，你真正的敌人并不是那个被嫉妒冲昏头脑的姐姐，而是那些藏在暗处的敌人，他们才是真正妄图消灭你、想覆灭帝国的人。什么？覆灭帝国？那岂不是说我混吃等死的退休生活都要被搅黄，断我财路如杀人父母？这我可忍不了！系统，给我来个变强套餐，老娘要一键满级，就剩1块钱了。上次强化体质把钱全花光了。我要怎么做才能有初代女王的实力？黄金血脉的核心在于同化与吸收，你现在要做的是忘掉过去 F 级的精神力运用方式，尝试去感受、引导并主动催动这股力量，闭上眼，用心去沟通它。小东西，我还能搞不定你？我去，怎么变成黑洞了？怎么感觉有点饱的感觉？糟了，好像玩脱了，这得赔多少钱啊？力量的控制力还有待加强，不过吸收效率还算不错。你是什么人？想，我做梦都想！当然不。毁掉世界树，你可真歹毒啊！不过我喜欢，我得不到的，凭什么给兰叔那个小贱人？下次绝不能让此主为我受伤。这次只是提醒你们长老会管好自己的人，如果再有谁敢在背后搞小动作，伤害到殿下，我星野的剑可不只是用在战场上。已经过去3天了，女皇到底在做什么？二公主的身体恢复了吗？
这种无法掌控局面的感觉，真令人不快。如果我精神还能再强大一点，他是不是就不用用自己的生命换我们的活路了？怎么回事？为什么心脏会疼得这么厉害？系统，你到底什么时候升级完毕啊？那个方向是世界树，不好！出事了！该死！怎么回事？兰叔，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拥有！我要让整个帝国都为我陪葬！疯子！你这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兰陵，你不配为帝国雌性！ SSS 级紧急任务出发，净化世界树，拯救帝国所有雄性。任务奖励：完全掌控 SSS 级黄金血脉，获得世界树的最终认可。任务失败，帝国覆灭，抹杀。我去，王国还要上号！系统，你别吓我！母后之前说，这个世界树是初代女王用黄金血脉浇灌出来的，或许我的血脉之力对世界树有用。现在有个不确定的办法可以救急，我需要你们毫无保留100%信任我的力量，帮我构建一座能量桥梁，将我的血脉之力直接注入世界树的核心。殿下，不可！这个计划的风险太大了，我们4人的能量属性完全不同，强行融合的失败率超过90%，一旦能量失衡，我们5个人会被瞬间撕成碎片。不然帝国的雄性怎么办？你们怎么办？我的方案至少还有1成的成功率。蓝苍说的对，硬上就是送人头，常规的解决方案不行，那就只能上科技了。系统有没有什么道具可以强制同步4个不同属性的 S 级能量源，并搭建一个绝对稳定的能量通道？搜索到符合条件道具四方同心阵，可将4种不同原力强制同调，构建完美能量桥梁，售价1亿金币。你是不是故意盯着我的银行卡余额的？真谢谢你啊！明明可以抢，还给我兑换了个阵法。算了，救人要紧，咬牙兑换。充值1亿到账，兑换成功，扣除余额1亿。这是传说中的同心阵。你们跟着阵法站位。同心阵不是几百年前失传了吗？别问，问就是独家技术。现在站到你们各自的节点上，把你们所有的力量毫无保留注入阵图。我的命是您给的，我的力量自然也属于您。有这么方便的工具，怎么不早拿出来？看本战神给你提供最强的动力。是，我的殿下。殿下，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这场生死誓言，我梭哈了。以我之血，给我画！兰叔，你这个……可恶，忙活了半天，结果就救回来一个木头桩子。诅咒之力被清除了，但世界树的生命本源也一同寂灭了。殿下，你怎么样？没事。傻孩子，你们太乱来了。
母后，世界树还有救吗？傻孩子，你们太乱来了！你们用血脉之力强行净化，相当于一剂猛药灌给了濒死的病人。虽然驱散剧毒，但也耗尽他最后一点生机。那帝都的雄性，他们的精神紊乱暂时停止了，但精神之源已断。如果不尽快恢复世界树，不出半月，帝国所有雄性都会陷入不可逆的永久兽化。我搞砸了，但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前往初代圣所，接受初代女王的完整传承与祝福，才能重新唤醒世界树的灵魂。初代圣所，我只在族中文献中见过这个名字，那不是一个传说吗？它真实存在。当初初代女王正是从那里获得力量，最后也自我封印在圣所。只不过1000年过去了，圣所位置在兽化废土的中心。怎么会在那里？废土自500年前放弃后，那里属于变异野兽的空间，圣所怎么会在那里？人鱼族典籍记载，圣所会不定期移动，我一直以为是骗人的。母后，那我们现在出发。不急于一时，你先养好伤。兰叔，你的伤还未痊愈，兽化废土的事，我们可以从长计议。母后，我们没时间从长计议了。世界树每寂灭一刻，帝国就有成千上万的雄性在迈向永久兽化，我必须立刻出发。可兽化废土是连神明都遗弃的诅咒之地，千百年来从未有开枝的活物能活着走出来。你此去，兰叔既敢去，便有把握能回来。我们和您一起去。不行，这次的任务九死一生，我自己去就够了。你们，殿下别开玩笑了，本战神还没弱到需要一个雌性挡在前面的地步。好，那就一起去。但说好了，从现在起，我的命令是唯一指令，不许质疑，不许违抗。最重要的一点，谁都不准给我玩什么自我牺牲的戏码。你们的命是我的，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准死。听明白了吗？遵命，此主。OK， 团队组建完毕，接下来就是烧钱，不对，是投资时间了。上次差点玩脱，就是因为装备不够顶。这次远征必须武装到牙齿。诺亚级多功能探险飞行器，能抵御空间风暴，自带能量护盾和隐形功能，不错，5000万买了。全地形越野作战车2个亿买了。顶级全效恢复药剂1000万一瓶，来100瓶。花钱如流水，挣钱如抽丝。不过为了我未来的退休生活，这笔启动资金必须投。我就知道，跟着这个雌性就不会缺好东西。看来我们这位殿下又动用他那神秘的独家技术了。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完毕。很好，兽化废土是吧？我倒要看看，是他的诅咒硬，还是我的硬币硬。出发！前方能量场极度混乱，空间结构不稳定。殿下，我们即将进入废土范围。知道了，开启诺亚能量护盾，全功率运行，精修星咬约，准备应对冲击。警告：遭遇强能量干扰，导航系统失灵，反重力引擎失灵。该死，这鬼地方的能量跟刀子一样。这股气息充满了最原始的疯狂和暴虐，光是接触就足以让低阶雄性精神崩溃。这里就是兽化废土吗？简直就是地狱！看来这里的欢迎仪式已经开始了。
这些家伙还保留着生前的战斗本能。不止，你们看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这不是无序的授权，这是一支军队。看来这片废土之下还隐藏着我们不知道的文明。殿下，交给我们！杂碎们，尝尝本战神的雷电咆哮！绝对零度！你们的王在呼唤你们。星野，左翼3点钟方向，敖渊，冻住他们的后路。锦绣，正面突击，澜苍，控制住那头鹰。殿下，我们能赢！殿下，那家伙想去通风报信。想跑？那是什么？好坚固啊！这个科技水平不像帝国该有的东西。一个漩涡，中间一只眼睛。这是黑潮，族中记载他们是专门与黄金血脉为敌的神秘组织。哼，我们找到正主了。殿下，要强攻吗？不，敌暗我明，硬闯不是上策。而且我更想知道，这个所谓的黑潮到底在这里搞什么鬼？刚才的战斗判断，这个据点防御等级极高。我们刚刚经历一场大战，能量消耗巨大，直接进攻胜算不大。那怎么办？总不能就在这儿干等着吧？看来又到我的专业领域了。你想潜入？没错，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让我先去探探路，摸清他们的底细，总比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要好。太危险了，万一被发现。放心，将军，论伪装和欺骗，我们9尾一族还没输过。好，就按你说的办。我们会在这里等待你的信号，准备随时接应。记住，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其他不要勉强。遵命，我的殿下。没想到还能白捡一个，里面那位正发怒，再凑不齐人，就让咱们上了。行了，别说了，赶紧把人送过去。血液消毒水的味道。这新的实验体吗？正好来看看我的最新成果。看到了吗？多么完美的造物，融合了上古诅咒之力和现代炼金术的超级兽化兵，他们悍不畏死，力量无穷，而且能绝对服从我的命令。很快，我将拥有一支无敌的军团，一支足以颠覆整个帝国的力量。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是为这个腐朽的帝国带来新秩序的黑潮。至于我想你应该认识我这张老脸，来自9尾家族的小家伙。大长老，你不是在半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告病逝了吗？怎么会是长老会的大长老海姆达尔？死！旧时代的我确实已经死了，现在站在这里的是新秩序的先驱。很快，那个被黄金血脉统治的愚蠢时代就将彻底终结，而我将是这新世界的神。很惊讶，对吗，议会长阁下？惊讶我还活着，还是惊讶我才是黑潮的真正主人？很想知道您这么做的理由。以您在帝国的地位，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为何要走上这条背叛之路？哼，一人之下。兰苍，你和你那只知道和稀泥的父亲一样天真。只要黄金血脉还存在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是女王脚下的奴仆。凭什么？凭什么他们雌性生来就该是统治者？凭什么我们雄性就只能像狗一样祈求他们的安抚才能活下去？他们说的对，是时候纠正这个病态的世界。我要创造一个新世界，一个没有雌尊雄卑，只有强者为尊的新帝国，而我将是这个新帝国的唯一法则。而他就是开启新世界的钥匙，我的最高杰作——合成兽人。这是什么怪物？我融合了整整10名 SS 级雄性的生命核心，再辅以上古诅咒之力催化，才诞生了这具完美的躯体。它不仅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更保留部分战斗的智慧。它才是力量的终极形态。而你，澜苍，九尾狐一族的精神天赋，正是他最后一块完美的拼图。来吧，这是你的荣幸。哼。大长老，有句话你说错了。什么？我不是你的荣幸，而是你的死期。我的人，你们也敢动？敢动殿下的人，找死！正好拿你们这些杂碎试试我的新铠甲。冰刃，能跑的赶紧远离这里。兰叔，这是你逼我的，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恐惧。好强的压迫力！殿下放心，这次我死战不退。什么死战不退？有本战神在，你保护好殿下。要不要紧？快把治疗药剂喝了。本战神来试试。该死的合成兽人，本战神的面子没了。看到了吗？这就是神的力量。在我的兽王面前，你们不过是些孱弱的蝼蚁。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将成为他的一部分。该死，这家伙到底融合了多少种能力？小心，他的精神力强度几乎是我们的2倍。别玩了，撕碎融合他们。星爷，小心！你这怪物！季修，放手！就是这个，它的核心太驳杂，能量切换无法做到完美衔接。这个停顿的时间大概是0.3秒，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听着，这家伙的核心有问题，每一次切换能力都会有0.3秒的能量凝滞。我要你们不计代价全力猛攻，逼他连续切换能力，为我创造攻击窗口。3秒吧，足够了。来吧，怪物，看看是你的核心硬，还是我的精神硬？就是现在！雷电之刃！呀！就是现在，给我死！总算干掉这个丑八怪了。
真疼！殿下，你没事吧？我没事。海姆达尔，你背叛帝国，背叛女王，背叛了身为雄性的荣耀，跟我回帝都接受审判。我们长老会筹谋了上百年，没想到继承黄金血脉的居然是你，那又如何？世界树已死，这个病态世界也别想好过。你还想说什么？你们到了初代圣所，找到了第一代女王的传承，也救不回世界树，那根本就是一个骗局，一个天大的骗局。什么意思？他留下的不是希望，而是比死亡更可怕的绝望。黄金血脉的重点不是拯救，而是毁灭。亲手把这个帝国，把你所有真挚的一切，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哈哈哈哈哈哈！我在地狱等着你们所有人。大长老的话虽不可尽信，但也不能不防。殿下，我们还要继续吗？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管圣所里等着我们的是希望还是绝望，我都必须亲眼去看一看。殿下说的对，管他什么骗局不骗局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哼，我倒要看看初代女王到底在搞什么鬼。既然女王殿下已经决定，那我唯一要做的就是为您规划出最安全、最高效的路线。这才对嘛！我的人怎么能被几句垃圾话就吓倒？根据地图显示，初代圣所就在这片寂灭之谷中隐藏着。各位，最后的挑战来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完毕。很好，出发。这里就是初代圣所，是初代女王留下传承的地方吗？怎么感觉有点太安静了，连个守卫都没有。欢迎你，我的后裔，以及守护在他身边的年轻人们。您就是初代女王陛下？我只是一缕残存的意识，守护着最后的传承。孩子，我知道你们为何而来，世界树的寂灭，帝国的危机，我都已知晓。那恳请您赐予我力量，让我能重新唤醒世界树。力量从来不是赠予的，我留下的传承也并非单纯的力量，它是一个关乎新的考验。这扇门的背后是我的意识空间，那里沉睡着帝国建立1000年来所有因兽化而被抹杀、被放逐、被误解的雄性的怨念，他们是帝国光辉历史下的阴影，也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孩子，你的任务就是独自进入其中，平息这些怨念，获得他们的认可，那你自然就能得到世界树的回应。但如果你失败了，你的灵魂也将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永世不得超生。这太危险了，我们不能让殿下一个人。这是他身为黄金血脉继承者必须独自面对的宿命，你们无法插手。殿下，喂，你可别乱来啊！殿下，请三思，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其他更稳妥的办法。稳妥的办法？我的字典里可没有这个词。开什么玩笑？这可是终极主线任务，奖励是1键满级和拯救世界。这 KPI 要是不拿下，我这个项目负责人还怎么混？风险越大，回报越高。干了！放心吧，我的人还在等我回去呢，我可舍不得死。
考验开始了。怎么回事？殿下的生命力在快速衰减。可恶！我们作为殿下的婚契者，居然只能在这里干看着吗？如果他出了什么意外，那我们就毁了这里，让整个圣所为他陪葬。你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他。我们被算计上千年，又被镇压在这里，现在你竟敢闯入我们的领地，这是自寻死路！当初帝国被算计，雌性减少，并不是初代女王和帝国放弃你们，而是那些人的过错。初代女王为了你们，一人斩杀那些势力，又自我封印在此，让你们不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是镇压？我们的好，但是毫无意义。非要先兵后礼，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怨念多，还是我的能量多？靠！再这么惊雷填海下去，我得被耗干。我的家人还好吗？明明我还可以控制兽化，那些雌性怎么就不信我？帝国为什么和那些人谈和了？我们边疆战士白死了吗？我好像犯了所有雌性都会犯的错，或许他们想要的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净化，而是平等理解。万一猜错了，你就得永远留在这里了。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我的直觉告诉我，没错。来吧，你们！别以为你撤防，我们就会放过你。果然如此，这些怨念并不是没有人性，而是最终的不甘汇集在一起。以前是以前，现在是变态，啊呸，是现在。之前的事一笔勾销，好不好？没有什么是钱不能解决的，如果有，就克2倍。勇士们，帝国没有放弃你们，请保持最后一丝理智，和兽化对抗到底。议会长，对付铁匠要用铁匠的方式。我的人，我当然是全部都要救。你们的痛苦我感同身受，你们的愤怒我全部理解，你们的不甘我铭记于心。但这所有的一切都将从我开始画上句号。从今以后，不会再有雄性被无辜抹杀，不会再有忠诚被肆意践踏，不会再有灵魂被绝望吞噬。我兰叔以未来帝国女王之名再次起誓，我将与你们同在。终于解脱了，谢殿下，帝国永存。快看，殿下的光芒！这股力量比之前强大了100倍不止。殿下成功了！不愧是我看中的人。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用一颗平等而真诚的心，完成连我都未能完成的救赎。我的说话停止了。燕城，我们的女儿，她成功了。SSS 级任务已完成，奖励完全掌控 SSS 级黄金血脉，获得世界树的最终认可。这就是完全体的黄金血脉吗？下次再遇到合体兽王，我感觉能直接同化掉它。哇，一件绿化随地种树，这要是放在我老家搞房地产，得值多少钱啊？殿下，这几个傻瓜，看样子，在我开会的这几天，他们一步都没有离开过。
谢谢你们。殿下，您终于回来了。回来就好。欢迎回来，殿下。看来我可以准备殿下的登基仪式了。走，我们回家。殿下，殿下，殿下，是殿下，殿下，十二公主，二公主回来了。十二公主拯救我们，拯救了整个帝国。誓死效忠二公主，誓死效忠二公主。殿下，您听，他们在为您欢呼。算他们还有点良心。世界树的气息很稳定，殿下，您创造了一个奇迹。不，这不是奇迹，这是民心所向。我的慈主大人，您准备好开启属于您的时代了吗？不，这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时代，是我们所有人的时代。孩子，你做到了，现在去接受属于你的荣耀吧。整个帝国都在等着他的新女王。咦，女王这么慷慨的吗？我还以为会有拳斗戏码呢，原来是朱元璋和朱标的戏码。母后，我……好孩子，不用担心，这本该就是你的。去吧，未来帝国交给你了。你是否庄严承诺并起誓，维护帝国和平，保证臣民安乐？我将竭尽所能，维护帝国利益，保证帝国长治久安。我兰叔在此加冕为帝国女王。从今日起，我将守护这个国家，守护我的子民，直至生命尽头。现在，我将颁布我的第一条女王敕令。长久以来，我们的兄弟、父亲、伴侣都活在兽化失控的阴影下，他们为帝国流血，却可能因为无法控制的力量而被视为威胁，被无情抹杀。这不公平，也不正确。我在此宣布，即刻起废除兽化雄性紧急抹杀法案，取而代之的是雄性精神癌保护与治疗法案。所有出现兽化失控倾向的雄性将不再被视为罪犯，而是病人。他们将由皇家卫队进行保护性隔离，并接受最好的治疗。为此，我将成立专项研究基金，用于研究彻底根治兽化的方法。所有费用由我皇室一力承担。女王万岁！女王万岁！女王万岁！疯了，他简直是疯了！把国库的钱浪费在这些随时可能变成野兽的废物身上，这已经不是妇人之仁了，这是在践踏我们雌性的尊严，让4个雄性和女王平起平坐，这简直有违祖制，不成体统。他想靠那4个雄性来巩固他的王座，问过我们这些老臣没有？他父亲当年压我们一头，现在他女儿还想故技重施，绝无可能。必须让他明白，谁才是这个帝国真正的基石。传令下去，让所有人都准备好。既然新女王不懂规矩，那我们就好好教教她。陛下，按照帝国祖制，您应当册封一位正夫，以稳固后宫，安定朝堂。成不成为正夫无所谓，只要能陪在此主身边。哪怕没有正夫的名，也有正夫的待遇。谁让此主只送过我天外云铁锻造的铠甲呢？会是我吗？我的第一条敕令就是打破祖制，你们觉得我还会遵循这第2条吗？我不需要一个正夫来点缀我的王座，我需要的是4个能与我并肩作战的伙伴。我决定不设立正夫，直接册封你们4位为帝国亲王，不是依靠在女王之侧的亲王，而是帝国真正的亲王。敖渊，我授予你帝国海军的最高统帅权。荆修，我授予你帝国陆军的最高统帅权。星野，我授予你直属女王的皇家卫队最高指挥权。澜沧，我授予你议会的最高决策权，替我监察百官，协助我处理内政。这个帝国
需要我们5个一起守护。遵命，我的女王。你们听说了吗？那个女人，她竟然册封了4个雄性亲王，还给了他们实权。这已经不是妇人之仁了，这是在践踏我们雌性的尊严，让4个雄性和女王平起平坐，这简直有违祖制，不成体统。他想靠那4个雄性来巩固他的王座，问过我们这些老臣没有？他父亲当年压我们一头，现在他女儿还想故技重施，绝无可能。必须让他明白，谁才是这个帝国真正的基石。传令下去，让所有人都准备好。既然新女王不懂规矩，那我们就好好教教她。严惩受法者，还我家园！女王仁慈，帝国会议。严惩受法者，还我家园！女王仁慈，帝国会议。严惩受法者，还我家园！女王仁慈，帝国会议。我的孩子就是被一个失控的兽化者杀死的。女王陛下怎么能同情那些怪物？是啊，今天保护他们，明天他们就会冲出来杀了我们。说得对，说得对，严惩受化者，还我家园！求女王陛下收回成命！请女王收回成命！请女王收回成命！我没有救女王！严惩受法者，还我家园！还我家园！这些人像是被人故意组织起来的。陛下，您听听宫外的声音吧。兽化这是移动的灾难，自古以来皆是如此。你一意孤行，只会让帝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啊！是啊，陛下，微臣的领地就曾遭受过兽化者暴乱，10室9空啊！那不是病人，那是一群没有理智的怪物。恳请女王陛下以帝国安危为重，撤销新法案，撤销新法案，严惩兽化者。说完了吗？用煽动民意来胁迫君主，用祖宗旧制来束缚时代的发展。各位大人，你们的手段真是数10年如一日的成就。陛下，我等皆是为了帝国。为了帝国？好一个为了帝国！系统，我现在账户上多少颗值了？是时候让这群土著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资本力量了。这么多粮，我没看错吧？这笔资金足以买下10个邻国的全部国土啊！现在我宣布，帝国复兴计划第1阶段正式启动，由皇室全额出资，在全国建立100个最高规格的兽化雄性庇护所，为所有需要帮助的雄性提供最好的治疗和生活环境。同时，以我个人名义悬赏100亿金币，向全世界公开招募顶尖科学家、工匠、炼金师等等，成立皇家科学院，专项研究根治兽化的方法。最重要的一点，即刻成立皇家银行，为所有支持新政、参与庇护所和科学院建设的家族产业提供为期10年的无息贷款。至于那些思想僵化、固步自封，甚至在背后煽风点火的家族，皇家银行将对其进行全面金融制裁。女王陛下深谋远虑，臣愿捐出家族1半财产支持新政。臣附议，臣愿为皇家银行效犬马之劳。臣附议。
他想用钱收买一切，那就让他看看刀剑答不答应，集结我们所有的私兵，策反边防军旧部。今晚发动兵变。断其后路，一个也别想跑。是怎么会这样？各位，你们的每一步都在我的剧本里。现在是投降还是覆灭？现在还有谁想教我懂规矩吗？女王息怒！女王息怒！此次参与叛乱的家族，没收爵位和财产，其他交给澜苍亲王处理。是，陛下。现在继续讨论科学院项目，我准备再追加30%的项目资金，告诉他们，我只要结果，不问过程。还有什么事要讨论吗？陛下，臣这里有一份关于帝国未来的紧急提案，希望能引起陛下的重视。是关于和精灵族的贸易协定，还是矮人那边的新型图纸？先放一边吧，我一会儿再看看。都不是。臣以为，相较于外物，帝国的根本血脉的延续，才是眼下最急迫的议题。什么鬼？我这新公司才刚走上正轨，就要开始搞2代接班人计划了，是不是太快了点儿？稳定的继承人能向臣民表示帝国后继有人。第2页有我们4亲王基因优势对比及子嗣潜力评估报告，请女王认真审视。不愧是帝国啊，这事儿都能写成 SWPPT。殿下，听我说。排班表第1周，当然应该由我来。我的狼族血脉纯粹刚猛，最适合为皇家血脉打下坚实的基础。开什么玩笑！本战神的 S 级雷电之力爆发力最强，诞下的后代天赋绝对最高。要排也该是我排在月圆之夜，能量最充沛的时候。根据数据分析，我的精神海深度最高，能最大程度保障后代的精神力稳定，避免受化风险。所以，在每个月初精神力潮汐最平稳的时期，由我负责才是最理性的选择。莽夫们的体能终究有极限，而我作为这份计划的制定者，自然最清楚如何利用天时地利，在春夏之交万物生生之时，配合我的9尾狐族秘术，才能将血脉传承的效率提升至极致。所以我以科学将自己安排在最佳的时期。澜苍，你确定这是你们4个友好协商后的结果？当然，陛下。为了帝国的未来，我们进行了一场长达3天的深入的坦诚的交流。这份草案是凝结我们4人心血的智慧结晶。我信你个鬼！这满满的私货和数据权重，当我看不出来吗？这哪是议案，这分明就是一份包装精美的 PPT 项目申请书，申请人还是你自己。陛下，您看，这是我用我珍藏多年的狼王獠牙，亲手为您未来的为我们的继承人打磨的婴儿摇篮，绝对是全宇宙最坚固的。都给本王动作快点儿！万一女王陛下夜里有什么召唤，我必须第一时间赶到。好家伙，一个送硬件，一个直接搞办公室恋情是吧？星爷，你不讲武德！武德什么？能吃吗？赶紧吃！
况？这些是人鱼族中最顶级的深海珍珠，有安神、助孕的功效。你最近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可恶，被他用钱砸晕了！这种朴实无华的宠爱方式，我喜欢。必须听我的，凭什么听你的？啊！必须配备穿甲长枪，集团冲锋才是王道。愚蠢，高爆发的战斧才是男人的浪漫。海军将士常年出海，营养必须跟上，尤其是补肾。陛下，作为议案负责人，为了更好调研具体情况，我请求有夜宿皇宫的权利。救命！这甜蜜的负担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平定了叛乱，搞定了经济，本以为可以摸鱼养老了，结果后院又起火了。这帮家伙把争宠当成项目来卷，又是数据分析，又是潜力评估的，这哪里是选伴侣，这分明是在竞标。再这么下去，我这寝宫怕不是要变成他们的修罗场了。算了，既然他们这么喜欢竞争上岗，那我就给他们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终极面试好了。传我的命令，召4位亲王立刻到我的寝宫来。司主，您要干什么？瞧你们这点出息！好了，不逗你们了。想留下，从今晚开始，你们就都留下吧。不过得按我的规矩来。陛下，我在这守着您。我才不是想留下来，我只是负责守夜。对，守夜，绝不能让任何噩梦靠近他。愿您有个好梦，我的女王。这个放真好。你看这个，但真是很有。国泰民安，后宫和睦，财政自由，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退休生活吗？看来第1阶段的创业目标算是圆满达成了。有不明飞行器正在以极高的速度跃迁，接近我国疆域。是敌人吗？这个徽章，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里是伽罗商业联盟，奉联盟议会之命，前来与贵文明恢复外交关系。我是本次建交使团的首席外交官，莉莉丝。放肆！有点意思。童子，准备出来干活了。